如果有人问我新竹有什么好玩的，我可以推荐大家来新埔老街一日游，这里很适合一家大小来体验客家的氛围，尤其是9到12月柿饼的产季，这里都很热闹。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就是我身上手上的用柿染做成的商品。谁说柿子只能拿来吃？今天烟波要带你解锁一个新竹的隐藏版景点，这里可以把柿饼制作剩下的废料变成神奇的天然染料，你不只可以手做，还会让你忍不住大买特买。秋天就来新埔老街走走吧，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跟着烟波 check in 新竹。影片开始前，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即享烟波专属优惠。大家好，我是钟怡萱，然后我现在是新埔柿染坊的品牌统筹。大部分的人比较多知道的是蓝染，专门在做柿染的话，我们就是全台第一间。柿染呢，就是植物染的一种，透过青色的柿果整颗榨成果汁之后呢，作为我们的染料。除了做 DIY 之外，我们还会把它做成商品。那在日本跟韩国呢，它有一个称号叫做太阳之染，就是因为它跟其他竹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用冷冷的汁液就可以拿来染色，然后它可以晒出很特殊的晒纹，一般的植物染是会害怕晒太阳，是会掉色的。那我们的颜色呢是会越晒越深。如果来到我们新埔柿染坊的话，那我们的体验主要是分2种，一个是刷染，一个是冷染。那刷染的话，我们通常就是会让大家挑不同的袋型，可能有铅笔袋啊，或是帆布袋，之后呢就可以挑选一些喜欢的图案，刷出不一样的图案。冷染的话，主要是以绑扎纹样为主，可能会用橡皮筋或是棉绳在布料上面绑出不一样的纹样，然后浸泡在柿子汁里面。像是我手上的这个抱枕呢，就是我们冷染的一个品项。其实我们做的东西蛮多样化，我们做成一些耳环啊，或是衣服。因为新埔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说，我们主要是做柿饼的。当初政府想要帮助这些柿饼业者，看他们可不可以在淡季的时候也会有额外的收入。去味味家参访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根很特别的柱子，然后就想说，这柱子怎么那么脏啊？就是都充满手掌印，怎么都不洗掉？是因为他们在做柿饼的时候，手上会沾到很多柿子汁。一开始的柿汁它的颜色非常的浅，但是会随着时间然后越来越深，而且它的色牢度蛮好的，所以洗不太掉。政府的人就会想说，既然都可以在柱子上啊，或是喷到那些围裙或衣服都洗不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染色？然后我们就慢慢从只是由柿饼业者跟一些社区妈妈一起做的一个柿染班，成立协会之后，就是到现在新埔柿染坊，大概也有15年了。新埔比较热闹的时候，大概是在10月到12月的这个时间，因为主要是他们在做柿饼的季节。我个人蛮喜欢的柿饼园是味味家，它的地方好像蛮淳朴的，就是很大自然的那种风景。他们在做柿饼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赛事牌，就是它的风景其实蛮漂亮的。就是如果有预约的话，它会有免费的导览。其实我们跟他有合作，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在那边看赛事园啊，也可以同时就是做柿染。他蛮多人都会去那边拍那些晒柿子的场景。我们的话是大概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们会萃取柿子汁，萃取完之后1年4季都可以使用。每次用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过滤。我们会先绑布，绑完布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布打湿之后泡到我们的柿子汁里面。染完大概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会拿起来晒太阳。有些客人会在这边晒太阳，然后就出去外面可能买个饮料，然后再回来。回来之后呢，再定色。经过这一段流程之后呢，我们就会可以获得一个很漂亮的柿染布咯。其实柿染跟其他植物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通常的植物染是靠煮出它的色素，蓝染跟柿染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它是透过氧化的方式来发色。那其实它一开始榨出来的汁是绿色的，但是因为它发酵之后会呈现土黄色的，如果经由太阳晒的话，它就会变成红褐色的。那如果用美染剂的话，它就可以产生化学变化，可能会是黄褐色的跟铁灰色的。
因为绑起来啊，它可能会皱皱的。那皱皱的地方，它晒到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比较湿。所以我们的纹样其实拆开来，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就很像在拆惊喜包一样。会来我们施染坊体验的大部分都是亲子，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天分，可是就是做完之后，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有惊喜包的感觉，不用特别的去设计，其实出现的样貌也是蛮漂亮的。我刚刚有提到有很多亲子会来这边做 DIY， 那结束之后我可以推荐你们去柿子公园，它是很符合我们新埔特色的公园，因为它中间就有一颗大柿子，而且现在的公园都很厉害，因为它有非常多游乐设施，甚至有跳床跟滑索，我相信你小朋友一定会玩得很开心。我接下来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福祥仙人掌，它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园区，但是你进去之后会发现，怎么那么疗愈？因为它里面有好几个大温室，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仙人掌，有各种品种的多肉植物，各种颜色，还有那种歪七扭八的。那边还可以做盆栽 DIY， 你可以选几组你喜欢的仙人掌，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盆栽，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来新埔就是带一堆你自己做的东西回家。我们新埔施染坊主要是以推广施染为主，就是以教学为主。后来我们有自创了一个品牌，叫做 Kia Kia， 它就主要是在推广我们的商品。Kia Kia 的话是客语的柿子的意思。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做一些不同主题的展览。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株式如意的年菜展，释染的颜色它可以晒出渐层的纹路，然后刚好是咖啡色的，然后就很像东坡肉的剖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用释染布做成的一些拟真食物，然后就做成了一桌年菜，就可能会有烧鹅啊，或是火锅。每一年都陆续推出，像是夜市人生啊，或是干仔店。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新埔市场，那其实我们有实地的到新埔市场去场看，我觉得新埔市场是最贴近在地的地方。就是我们去到新埔市场的话，可以吃到比较特色的水烟肠，还有鸡酱，都是在地人常吃到的味道。然后你们也可以在那边体验到新埔人的热情。虽然新埔市场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那美食的部分，我也想要介绍一些我自己的爱店。第一个，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大锅子仙草窝。它原本是一个在市场里面的摊子，因为新埔市场是早市，所以它也是卖早上。但是它现在有开另外一家分店，是从下午卖到晚上，等于一整天你都可以吃到。他们的仙草都是他们手工熬煮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滑顺，而且香气很浓，你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些味道。而且仙草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配料，它还可以加地瓜圆、芋圆之类的，吃起来就是很有饱足感，很适合当下午茶。你逛了一整天，可以去吃一碗。花奶奶的话是新埔在地的手工米食，大家一听到米糕的话会想到台南的那一种，但是这种米糕是客家的一种版，他们都是用米做的，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米的香气。他们家甜的、咸的都有，甜的也有很多种口味。我最喜欢的口味其实是红曲米糕，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酒香，吃起来很 Q， 像我平常会当成上班的小零食。那咸的话，他们也有卖芋头版或是甜咸版，不论你们是现场直接吃，或是回家煎过，或是用气炸锅炸，它都是好吃的。很多人来老街都会来特地找这家店。那来新埔最重要的就是吃板条，但是每一家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炒的话，我蛮喜欢吃陈家面食馆，我就是吃炒板条配猪耳朵，我觉得它的板条很 Q 弹滑顺，它吃起来很有锅气，配上脆脆的豆芽菜，口感也有层次。卤肉饭也不错，肥瘦比也很刚好，胶质也蛮丰富的。那我个人蛮喜欢加它的辣椒，它可以把它的味道提升一个层次。炒饭也很有人气，它炒得很粒粒分明。
品，这真的是在地人吃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吃吃看。今天很开心可以介绍新埔给大家，释染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工艺，不管是它很自然的这个感觉，或是它染出来的颜色，或是它曝晒在阳光底下的能量，我觉得都是大家很值得来体验的。很欢迎大家来新竹新埔，来这边逛逛吃吃美食，一家大小都可以玩得很开心。也欢迎大家来订阅烟波的 YouTube 频道哦。烟波 Check in 新竹，吃喝玩乐一把抓，订阅我们，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我们下集影片见啦！我个人会推荐有墨鱼汁的那个牧羊人派，它吃起来超浓郁的，就是那个起司的味道，然后它好像还有加一点芋泥吧，然后再来是蟹黄粥也很好吃，是我有吃到那个虾仁，口感上的话，我觉得这样配还蛮喜欢的。胡麻豆腐，我有吃到一点芥末的味道，上面的那个绿色是四季豆切碎，整体吃起来的口感还不错。松露和牛肉燥饭在上面加一些鱼软，我觉得整个拌在一起还蛮好吃的。如果大家有来新竹的话，可以来烟波吃吃看他们的早午餐哦。